之前我們聊了抗戰時期的國軍大將排名，不少朋友表示根本沒看夠國軍的猛將，遠不止這些人。大家說得對，如果把抗戰正面戰場的将領體系比作一座軍事金字塔，那麼這座金字塔最核心也最人才輩出的頂層，必然屬於一個傳奇代號——黃埔一期。那麼今天我們就給黃埔一期的國軍狠人們從夯到拉進行排名，看看誰才是各位心中的超級猛將，誰又是把幾十萬主力部隊當成玩具揮霍的無能之輩。在黃埔一期的拉完了檔次中，如果孫元良将軍排在第二，那全天下就没有人敢認第一。早在1926年北伐戰爭時期，孫元良擔任第一師第一團團長，防守南昌，當時敵軍還在幾十里外。孫團長在晚上接到一封虛驚一場的情報，二話不說，連部隊都不通知，連夜偷跑，導致防線大亂，南昌失守。當時蔣介石氣得大罵黃埔一期怎麼出了你這種敗類，甚至表示要槍斃他。但孫將軍大丈夫能屈能伸，哭着求饒，加上黄埔一期的天子門生光環護體，硬是保住了一條小命，甚至還被送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深造。至於抗戰時期的戰績也是高光不斷，此前的視頻我們已進行過大量論述，這裡就不多赘述了。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總的來說，孫將軍這一生3次大戰，3次臨陣脫逃，每一次都能精準拋棄部下，自己只身逃脫，壽命還活到了103歲，在黃埔一期将領中毫無意外地列入拉中之拉。另一位跟他一樣拉的還有桂永清。桂將軍原本是陸軍出身，在1938年蘭峰會戰中擔任第27軍軍長。當時日軍土肥原贤二的第14師團孤軍深入，國軍集結了數倍兵力，準備圍殲土肥原。結果身為防守要地蘭峰的桂永清，在日軍的炮火轟炸下，竟然擅自帶着軍部撤退，導致蘭峰失守，整個圍殲戰略全盤崩潰。戰後蔣介石勃然大怒，本該嚴懲桂永清，但因為桂永清對老蔣忠心耿耿，又是黃埔一期的大哥，最終只是被撤職查辦。過幾年又風光復出。最神奇的是，到了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發現國軍的海軍缺乏信得過的自己人，於是做出了一個震驚軍事界的決定，任命陸軍出身。連兵艦輪機和海圖都看不懂的桂永清擔任國軍海軍總司令，一個陸軍中將去帶海軍，這下可好，桂永清把陸軍那一套派系鬥爭和僵化管理全帶進了海軍。在他任內，海軍派系林立，閩系海軍官兵被大量排擠，導致海軍在後來的關鍵時刻戰意全無，大量艦艇，甚至直接整艦起義。桂永清將軍用一生詮釋了什麼叫做只要跟對了老闆，打仗再爛也能當總司令。聊完了拉，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在黄埔一期的名冊裡，胡宗南怎麼都不應該成為一個 NPC， 畢竟他的履歷簡直就是開了掛的爽文男主。他是第一個當上團長、師長、軍長、集團軍總司令乃至戰區司令長官的黃埔學生，被譽為天子門生第一人、西北王。蔣介石對胡宗南的寵愛，那簡直是親兒子級別的。最好的武器裝備優先給胡宗南，最好的後勤補給優先給胡宗南，甚至連廣闊的西北地盤也全部交給胡宗南。但問題是，胡宗南將軍的軍事指揮天賦實在是配不上給他的家底。胡宗南的戰術思維停留在非常原始的多兵種平推和堡壘戰術上。在抗戰時期，他守着西北，雖然成功牽制了日軍的部分兵力，但在大規模野戰中幾乎沒有拿出過令人信服的硬核戰術戰果。到了1947年西北戰場，胡宗南的體系軟肋被暴露得體無完膚。他在電報裡向重慶報告大捷，但實際上呢，敵方採取高度靈活的蘑菇戰術，用激烈式的兵力把胡宗南的23萬大軍在西北的黃土高原上當狗遛。胡宗南的部隊進了空城，隨後在幾場遭遇戰中被對方用劣勢兵力分割包圍，精銳旅團被逐個擊破。胡宗南坐在西安的指揮部裡，看着地圖一頭霧水，他的軍令發出去，前線部隊往往已經進入了敵人的伏擊圈，奢華的家底換來感人的戰績，稱其為 NPC 一點也不過分。黄埔一期的 NPC 裡還有一位傳奇人物，劉全，
實話實說，以劉群將軍的才華，我甚至願稱他為頂級戰將。但無奈隊友太坑，他是黃埔1期裡的猛將。抗戰時期，在長城抗戰和新口會戰中表現極其勇猛，曾親自帶領敢死隊衝鋒，連一隻眼睛都被炸瞎了，人稱獨眼將軍。但他的悲劇在於，他成了胡宗南僵化指揮下的最大犧牲品。在西北戰場上，劉顯擔任第29軍軍長，屢次被胡宗南派去執行最危險的救火任務。1948年宜川戰役，劉區率部救援宜川，胡宗南強令他沿着狹窄的山谷公路推進。劉軍憑借着豐富的戰術經驗，敏銳地意識到山谷兩側必定有對手的伏擊，他多次向胡宗南發電報警告，此去必入包圍圈。但胡宗南在西安下達死命令，要求他必須按時到達。劉取仰天長嘆，帶着部队一頭撞進了預設的瓦子街包圍圈。在密不透風的包圍中，劉群指揮部隊血戰3晝夜，陣地全部被摧毀。最後時刻，劉軍拒絕投降。為了捍衛軍人的尊嚴，他在指揮部裡拉響了一顆手榴彈，自盡身亡。劉潛的死徹底暴露了高層指揮體系的腐朽，但也展現了黄埔1期將領中最純粹的軍人骨氣。我想，如果劉顯将軍不是如此草率的犧牲，以他的軍事才華，足以在廣闊的抗戰戰場上幹出一番大作為，實在可惜、可憐、可嘆。在 NPC 之後，就是一大批毫無爭議，在抗日正面戰場上殺出威名的人上人猛將們。在人上人中，黃維將軍是比較有爭議的人物了。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黃維將軍，那就是規規矩矩的硬骨頭。在黃埔1期的名將裡，黃維的書生氣最重，脾氣也最古怪，因此他帶兵打仗講究的就是嚴格按照戰術規範執行。在抗戰時期，黃維擔任第67師師長。1937年羅店拉鋸戰爆發，日軍用重炮和艦炮把羅店炸成了廢墟。黃維率領第67師死守陣地。黃維的戰術沒有任何花哨，就是按照標準防禦規範挖戰壕、布鐵絲網、設交叉火網，結果官兵傷亡慘重，連師部的傳令兵和書記官都拔出槍上了前線。黃維自己坐在掩體裡，面無表情地批閱公文。電報裡只有一句話：陣地在，人在，陣地亡，人亡。第67師在羅店幾乎打光了全師，但硬生生頂住了日軍精銳第11師團的輪番猛攻。這一戰奠定了黃維在國軍中硬骨頭的威名。黃維將軍可以說他戰術靈活性不足，但你絕不能否認，黃維是一位軍風極其正派、絕不拉胯逃跑的鐵血軍人。在人上人這個檔次裡，有一位讓我忍不住潸然淚下的英雄，第57師師長余承萬。余承萬在黃埔1期裡不算最出名的，但他指揮的常德保衛戰卻是中國抗戰史上最慘烈的城市防禦戰之一。1943年常德會戰，日軍調集了第11軍數萬精銳，在飛機和大炮的掩護下發起猛攻。余承萬率領第57師共8000餘名將士死守常德孤城。面對數倍於己的敵人，余承萬與全師官兵在常德城內與日軍展開了逐街逐屋逐牆的肉搏戰，日軍幾乎把常德城炸成了一片焦土。打到最後，8000名虎贲將士只剩下幾百人，彈藥全部打光，連城內的警察和青年學生都拿起武器上了前線。余承萬在給第9戰區的絕命電報中寫道：彈盡援絕，人盡城已破，直率副師長等固守中央銀行，誓死抵抗，祖國萬歲。最後時刻，為了給第57師留下火種，余承萬率領幾十名殘兵突圍求援，並在幾天後配合外圍援軍重新收復了常德。然而，這場驚天動地的悲壯血戰，最後卻演變成了一場悲劇。蔣介石因為余承萬最後沒有全師殉城，竟然大怒下令要將余承萬槍斃。後來在孫連仲、薛岳等高級将領的聯名保釋下，余承萬才保住了一條命，但心灰意冷的他從此遠離了國軍的核心指揮圈。余承萬用8000虎贲將士的鮮血寫下了黃埔1期最悲壯的篇章。這群人上人檔次的將領，雖然不是號令千軍萬馬的司令、總帥，但他們無不是抗戰時期的硬漢子，構成了正面戰場的中流砥柱。也正是他們讓黄埔1期4個字變得光彩奪目。
那麼，如果我們把視角再拉高一層，那些既有鋼鐵意志，又有頂級戰術謀略，甚至能把日軍精銳師團打得懷疑人生的頂級將領，又是怎樣的存在呢？這一檔次的將領，每個人手裡都有改寫戰局的硬核大捷，他們的戰術風格極其鮮明，代表了當時陸軍指揮的最高水平。首先自然是讓日軍聞風喪膽的關鐵泉。關麟徵，關將軍被譽為黃埔一哥，關鐵泉曾任第15集團軍總司令。在黃埔一期的將領中，他的脾氣是出了名的暴，打仗也是出了名的狠。他性格傲岸，眼界極高，除了少數幾個人，他誰也看不上，甚至敢直接跟高層軍政要員當面拍桌子嗆聲。但他之所以敢這麼狂，是因為他手裡有實打實的硬核戰功。1938年台兒莊會戰，關麟徵擔任第52軍軍長，這支部隊後來被稱為國軍的國之重器。當時日軍板垣征四郎和磯谷廉介的2個精銳師團南北進發，欲對台兒莊形成夾擊。關麟徵率領第52軍在台兒莊外圍的項城、蘭陵一帶與日軍展開猛烈的遭遇戰。關麟徵的戰術特點是極度強調進攻，絕不被動挨打。他發現日軍靠着重炮推進，立刻組織步兵採取夜間反穿插，繞到日軍炮兵陣地後方進行近戰白刃戰。日軍被打了個猝不及防，第10師團的進攻節奏被徹底打亂，連日本陸軍的戰報裡都驚呼關麟徵的部隊攻擊力極強，指揮官性格如鐵，實為強敵。到了1938年的瑞昌保衛戰，關麟徵指揮第32軍團在贛北的大山裡與日軍第9師團血戰。他利用山地地形，將重機槍和迫擊炮交叉布置，形成了可怕的地獄火網。這一戰，關麟徵率部擊斃日軍數千人，硬生生地擋住了日軍企圖切斷粵漢鐵路的狂妄計劃。關麟徵打仗有勇有謀，戰術極其靈活。可惜的是，因為他個性太強，不願意參與內部的派系勾心鬥角，在抗戰勝利後遠走香港，隱居後半生。頂級黨士裡的另一位大將，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杜聿明。身為黃埔一期的代表人物，杜聿明精通現代陸軍的機械化兵戰術。這位抗日名將的戰績，我們在國軍戰力從夯到拉排名1期視頻中提到過，這裡同樣不再多論述了。頂級黨士裡還有一位戰力極強的將領宋希濂，外號鷹犬將軍。宋希濂在黃埔一期裡屬於少年得志的典型，打仗極其兇悍。1937年淞滬會戰，宋希濂擔任第78師，也就是德械主力師的師長。在戰鬥爆發的第一天，他就率領第78師直撲上海的日軍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宋希濂親自到前線督戰，指揮部隊用集束手榴彈、和平射炮猛攻日軍的鋼筋混凝土碉堡。第78師的官兵在上海的街巷裡與日軍展開了血腥巷戰，打出了中國軍人的軍威。到了1942年滇西抗戰，日軍切斷滇緬公路，企圖跨越怒江攻入雲南腹地。當時後方一片恐慌，宋希濂臨危受命，擔任第71軍軍長，趕赴怒江前線。宋希濂果斷下令炸毀會同橋，將日軍阻擊在怒江西岸。隨後，他指揮部隊利用怒江天險構築了堅固的防線，並發起多次猛烈的反擊，將日軍死死地釘在了怒江邊上，成功保衛了大後方的安全。此戰之後，他一舉升任第11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的戰術風格剛猛無比，是大兵團防禦與反擊的大師。另一位戰術水平不輸宋希濂的將軍是鄭洞國。鄭將軍是黃埔一期中一位極其全面、情商與智商兼備的儒將。他在軍事與大兵團協調方面展現了遠超同桌的戰略視野。在抗戰初期，鄭洞國參與指揮了昆崙關戰役、鄂西會戰等多次大會戰。1943年，他擔任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長，率部出征緬甸。在緬北反攻中，鄭洞國展現了極高的國際協調能力和大兵团指揮藝術。他既能協調驕傲的外國盟軍將領，又能整合孫立人、廖耀湘等個性鮮明的王牌師長。在他的指揮下，駐印軍在緬北戰場連戰連捷，打通了中印公路，擊滅了數萬日軍精銳。鄭洞國用事實證明，
他是一位懂現代後勤、懂國際協同、懂大兵團縱深推進的頂級將領。如果說黃埔一期的頂級戰將無一不是戰術大師，那麼能夠名列最夯戰將名單裡的狠人，就是整個抗戰時期的軍事天花板。這其中是否有各位心中的人選呢？在這個排名中排第一位的不是別人，正是被黃埔軍校所有人公認的第一奇才蔣先雲。大家看過很多抗戰名將的故事，但蔣先雲這個名字在黄埔軍校的歷史，甚至近代中國軍事歷史上是一個近乎神話的存在。1924年，黄埔軍校第一期招生，來自全國各地的1200多名精英前來應試。蔣先雲在入學考試中以第1名的成績考入黃埔一期。在校期間，不論是步兵戰術、軍事理論還是軍紀訓練，蔣先雲無一不精。到了1924年底畢業考試，蔣先雲再次拿下了全校第1名。而且他愛好廣泛，參加活動頻繁，是無可爭議的學生領袖。大家或許覺得入學第一、畢業第一都是紙面成績，有什麼好吹的？但各位想想，黃埔一期的學生都是些怎麼樣的天才？而能打敗所有天才的人，我們又該叫他什麼？這種世間罕見的戰略奇才，也讓蔣介石愛到了骨子裡。他曾宣布，將來革命成功後，我要解甲歸田。而黃埔軍校這些龍虎之士，只有蔣先雲才能指揮。1926年北伐戰爭爆發，蔣先雲擔任補充團團長，第11軍26師77團團長兼政治處主任。在攻打九江、南昌的戰鬥中，蔣先雲身先士卒，率領部隊屢立奇功。1927年5月，在河南臨颍攻打奉系軍閥張學良精銳部隊的戰鬥中，蔣先雲擔任奉命攻堅的先鋒官。當時奉軍擁有重炮和密集機槍火網，陣地久攻不下，蔣先雲身受重傷，依然3次躍出戰壕，手持指揮刀率領敢死隊發起衝鋒。不幸的是，一顆炮彈在他身旁爆炸，蔣先雲壯烈犧牲。年僅25歲，蔣先雲的犧牲震驚了整個軍界。蔣介石聞訊後落下了眼淚，長嘆天喪我也。如果蔣先雲沒有在25歲英年早逝，以他的軍事天賦、戰術眼光和領袖魅力，後來的軍事格局很可能會因為他一個人而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黃埔第一奇才名副其實，夯到爆炸。如果說蔣先雲是未完全綻放的光芒，那麼黃埔一期的陳明仁將軍就是靠着實打實的鐵血戰功，在戰場上打出的百戰戰神。陳明仁在黃埔一期裡性格極其剛烈，外號陳瘋子。他打仗只有一個原則，不管對手是誰，正面硬剛，絕不後退。早在1925年東征惠州之戰時，惠州城牆高大堅固，軍閥陳炯明的守軍用滾木雷石和機槍死守。當時還是小官的陳明仁身負重傷，第一個扛着梯子爬上了惠州城牆，並在城頭揮舞旗幟。這一幕被城下的蔣介石看得清清楚楚，當即下令全軍向陳明仁致敬，並直接將他連升数級。但陈明仁人生最巔峰的戰術傑作是在1947年的四平保衛戰。當時四平城面臨着數倍於己的強敵圍攻，對方配備了強大的炮兵和優勢兵力，發起了對四平城的總攻。而防守四平城的正是陳明仁和他的第71軍，兵力僅有2萬多人。面對強敵的猛攻，陳明仁展現了令人發指的陣地防禦戰術。他把四平城內的所有建築物都改造成了相互支援的碉堡。敵方部队發起了多次潮水般的衝鋒，攻占了半個四平市區。陳明仁就率領部隊在剩餘的半個市區裡逐街逐屋地跟對方展開白刃戰。戰況慘烈，到雙方都付出了巨大的傷亡，四平城變成了真正的絞肉機。最終，陳明仁硬生生地堅守了19天，拖到了援軍的趕到，強敵被迫撤圍。四平一戰，陳明仁聲名大噪，連對手都由衷欽佩他的頑強戰力。在黃埔一期的名冊裡，曾有一句名言：“文有賀中涵，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安。李默安将軍是黄埔一期中極早升任集團軍總司令的戰術奇才。在1937年的忻口會戰中，李默安擔任第14軍軍長，負責防守山西忻口左翼陣地。面對日軍板垣師團的狂轟濫炸，李默安沒有死守山頭，而是創造性的採用了山地游擊襲擾與陣地反擊結合的戰術。他親自率領部隊在夜間突襲日軍的炮兵陣地和補給線，
硬生生的在山西的大山裡與日軍鏖戰了1個月之久，擊斃日軍數千人。李默安極其擅長山地複雜地形的兵力部署，是國軍中少有的山地戰大師。最後一位能稱之為夯的將領，則是泰山軍第10軍軍長李玉堂。李玉堂將軍與李延年、李先洲共稱為三李，但表現最英勇、成績最夯的，無疑是李玉堂。在第2次和第3次長沙會戰中，李玉堂率領的第10軍是整個長沙防線的鋼鐵核心。在第1次長沙會戰和粵北會戰中，李玉堂就以作風頑強著稱。到了第2次長沙會戰，因為情報洩露，國軍防線動搖，李玉堂的部隊在戰術撤退中承擔了最沉重的掩護任務。戰後甚至一度被蔣介石撤職查辦。但到了第3次長沙會戰，薛岳親自請李玉堂戴罪立功。李玉堂帶着滿腔奮驅，率領第10軍死守長沙城，面對日軍第3師團、第6師團這2大王牌的輪番瘋狂猛攻，李玉堂在長沙城內構築了層層疊疊的巷戰防線。他親自下到一線，下達了連長犧牲排長頂上，排長犧牲班長頂上的死命令。第10軍在長沙城下浴血奮戰，4天4夜，擊退了日軍幾十次衝鋒，死死地頂住了天爐戰法的爐底，為外圍幾十萬國軍大包圍爭取了最寶貴的時間。戰後，第10軍被國民政府授予泰山軍的榮譽稱號，李玉堂也用實力洗刷了屈辱，榮獲青天白日勳章。黃埔1期的這群人，在1924年從廣州黃埔軍校走出來時，每個人心中或許都曾懷揣着救國救民的熱血。然而，在隨後半個世紀的歷史大浪淘沙中，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選擇、不同的戰術格局，將他們推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宿命。值得列入排名的將領遠不止以上的這些，在大家心中還有哪些黃埔1期狠人能列入我們的排名呢？你又認為黃埔1期的第一猛將到底是誰？歡迎在評論區和彈幕裡留下你的觀點。如果你覺得這期內容夠過癮，請務必幫忙點讚、訂閱、分享。您的支持是我們創作的最大動力。感謝大家的觀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